光炎跟尿道炎基本上在女生身上是不容易区分的。女生的尿道大概就3到5公分而已，所以外面的细菌很容易从短短的尿道进到膀胱里面。发炎的时候，通常膀胱跟尿道同时就在发生了，它并不一定跟性行为这件事情有关。只要是你的免疫力不足，泌尿系统的细菌量太多，就会有这些下泌尿道的感染。如果不把它赶快控制好，是有可能跑到旁边的泌尿生殖器，男性的睾丸炎，女性的跑去输尿管、肾脏，变成上尿路的感染，甚至有细菌跑到全身血液循环，变成所谓败血症的一个情况。人会开始发烧，持续的腰痛，那很虚弱。我现在感觉有点痛。然后到那种程度，有的时候就要住院了啦，不会像你这么轻松啦。健康红灯区，难言之隐不为序。我是唐玉书。身为女性呢，我们总不能独厚男性哦，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网络迷思呢是尿道炎哦。其实呢，根据统计呢，台湾每3个女性就有1个得过尿道炎或是膀胱炎，甚至呢，这个女性得到尿道炎的几率是男性的8倍以上。为什么这么可怕呢？我们今天呢邀请到我们泌尿科的专家，板桥高美泌尿科诊所的曾仁树曾院长来到我们现场，欢迎曾院长。艺术姐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。今天这一集换是我非常的重视，因为呢我真的是长期深受这个所苦，所以我要问的第一个迷思就是：膀胱炎和尿道炎是一样的吗？膀胱炎跟尿道炎是否一样？这个其实看性别。性别是女生的话，膀胱炎跟尿道炎其实指的是下泌尿道感染，基本上在女生身上是不容易区分的。结构上的问题，对，就是觉得肚子胀胀的，是结构上的问题。这个是女生的泌尿器官的模型啦。基本上后面是我们的直肠，女性的生殖道，还有最前方的这个就是膀胱跟尿道。那女生的尿道其实很短，大概就3到5公分而已，这么短一个尿道。所以外面的细菌很容易从这个短短的尿道进到膀胱里面。发炎的时候，通常膀胱跟尿道同时就在发生了。哦，所以在女生身上，膀胱炎跟尿道炎基本上指的是同一件事情，无法做区分。男生就不一样哦，男生的尿道好长啊。我们拿男生的模型来看一下，一样膀胱，男生的尿道这么长，所以男生会有尿道炎跟膀胱炎的区别。那男生的膀胱炎一样啦，大概就是频尿、急尿这些状况。但是男生的尿道炎比较常发生的，其实是一些性传染相关的疾病。我们讲台湾最常见的，淋病啦、披衣菌啦、梅浆菌啦这些，除了频尿、急尿、尿尿痛这些症状之外，尿道里面也会有一些化脓的情况。所以男生尿道炎，很大的一个表现是在尿道也会有一些额外的分泌物。所以对于女性来说，膀胱炎跟尿道炎几乎可以是一样的啦。是。好，下一个性活跃的女性才会得到尿道炎跟膀胱炎，是吗？我想这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误解。膀胱炎跟尿道炎它并不一定跟性行为这件事情有关。那只要是你的免疫力不足，然后你的个人生活习惯，造成你的泌尿系统的细菌量太多。超过免疫力的负荷，那就会有泌尿系统感染、膀胱炎、尿道炎的发生。只能说性行为活跃这件事情相对啦，相对比较容易造成泌尿道的感染，但是大部分的泌尿道感染不是来自于性行为这件事情。好，我觉得这个迷思真的谢谢曾院长。你看1/3的女性都得过这样的问题，其实呢，包括我朋友。真的是很多难以启齿的问题呢。这个时候就是我朋友也得到这一个膀胱炎，真的不敢去看医生，因为很怕被医生或是朋友知道说认为你就是性行为不检点，或是性行为太活跃。好，所以谢谢院长呢，帮我们这1/3的女性证明，其实压力大或者是免疫系统下降也会造成这样的问题。是。好，下一个膀胱炎、尿道炎不需要治疗。反正身体会自行痊愈，对吗？我想这个问题对也不对，应该是说看严重程度，还有看你的个人的身体的状况。如果是你是一个年轻女性，本身的免疫力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你感冒都不做治疗，时间拉得很长，她自己恢复的机会还是有。但是这中间，你的病程的时间会比较久，你的生活品质会比较差，那甚至好好坏坏变成一些慢性感染。更甚至，运气不好，从一个简单的膀胱炎
变成肾脏发炎，变成全身系统性的感染，那就有一点得不偿失。我真的也有朋友就是这样，他不敢看医生，什么都不敢说，就到最后呢，真的就血尿。是，那是不是就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状态？血尿的严重程度跟疾病的严重程度其实是没有相关的。膀胱炎的时候，因为膀胱黏膜充血，这些充血的黏膜里面微血管比较脆弱，所以在排尿的时候就会看到血尿。所以血尿其实是膀胱炎常见的一个症状。单纯的简单的膀胱炎可能就会有血尿的表现，对，但是你一样啦，不是说看到血尿你就放着不管它，还是一样赶快治疗都可以很快的结束，但是你如果放着不管它，变成严重的感染，败血症的风险都有可能，最严重真的还是有可能会影响到性命安全的可能性都有，是真的太可怕了哦，所以呢有病赶快真的要去就医，不要呢这个道听途说。好。下一个，多喝水就可以治疗膀胱炎或是尿道炎吗？我想这一个命题，里面提到治疗，这件事情，我想这个是绝对是错误的。好，多喝水，不要憋尿，这个是一定要做的事情，但是平常就应该要做了。等到你到发炎感染的时候，它就已经没有办法用喝水这件事情来当做一个疾病的治疗。它的喝水跟不要憋尿，目的就是减少膀胱里面的细菌的量，这个是我们平常要做的事情。等到感染的时候，喝水当然还是要继续不要憋尿，这个是本来就该做的事情。但是药物的治疗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帮忙。所以这个命题治疗就不对了啦，那但是多喝水到底一天是不是真的要喝到2000 CC 呢？我们用尿量当做目标，尿出来的量1500 CC 到2000 CC。这个很难计算呢。对，那我想这个其实我们会看排尿的次数啦。一个正常人的膀胱容量大概300到500 CC。那你算一下，你如果目标放在一天500到1000到2000 CC 的话，其实一个标准，你一整天下来排尿4次、5次就可以了，是差不多的情况。对，那如果说你一整天都在工作，一天下来好像今天只上了一个厕所，然后就下班了，那表示你喝的水量不够。那喝水是不是只能纯喝水，其他的饮料都不算，对不对？如果我喝珍珠奶茶算不算？我想，如果你是以排尿的这件事情来说，当然水分的足量这个是很重要的。珍珠奶茶算不算水分？算啊，但是它的哇，又是解除一个迷思但是它的糖分啊，它的造成身体的额外的其他负担，这件事情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了解。对，所以其实我们在卫教上还是会建议白开水啦，甚至你说喝茶、喝咖啡也是水分啊，但是喝茶、喝咖啡，它这些会增加我们的膀胱的敏感度，那它也会容易造成一些发炎的反应。其实，在容易膀胱炎、泌尿道感染的人身上，喝茶、喝咖啡，我们一样会建议要尽量去避免。了解，好，今天呢又学到一个知识哦，就是原来这个喝水量这个2000，其实倒不如去看我们的排尿量。1500，好，非常谢谢院长。接下来下一个，憋尿会不会增加感染膀胱炎跟尿道炎的风险？我想这个是绝对100%绝对会的。从学理上啊，我们要去想它的原因啊，为什么憋尿会造成感染？在我们刚才有提到，女性的尿道好短啊，细菌是这个嘛？是，女性的尿道很短。那女性的尿道隔壁就是我们的生殖道、阴道，还有最后面肛门，这3个开口都很接近啊。所以泌尿道感染的细菌大部分都来自于肠道，肠道的细菌跑到泌尿系统来，细菌跑进去并不会造成什么问题啊。人是有免疫系统的，你不会这么一点细菌跑进来就感染，那你就成天到晚都在感染了。细菌停留的时间很重要，细菌在里面停留的时间一长，细菌它本身它是生物，它会繁殖。所以菌落的量就会开始增加。那什么原因会让细菌停留的时间拉长？水喝得不够啊，憋尿啊，细菌在里面停留的时间好久，就太久了。对，细菌量太多了，超过我们身体免疫负荷的能力之后，就会变成有症状的发炎感染。好，下一个私密处，天天用清洁液清洗可以预防感染吗？这个好多女生每一个月，也是我朋友花很多钱去买那些女性的私密处清洁用品，是不是就可以预防感染？很遗憾的，这个
这个其实我们不会建议去做私密处的冲洗。真的还假的？是，主要跟益生菌这件事情有关。我们特别是女生的生殖道、阴道，里面其实是会有一些益生菌啊、乳酸菌的存在。用这些冲洗液啊，或者是灌洗啊，其实是会让这些益菌的生存能力变差。它整个环境改变了之后，益菌量减少，我们害菌量反而就会增加。其实你反复的去做这样子的冲洗，是会增加感染的风险。所以院长，你还是建议用清水就好吗？应该说用清水去冲洗外阴，不需要特别去对里面做灌洗这件事情。哦，那如果那一些这个女性清洁用品呢，有帮助所谓的标榜什么益生菌啊，什么什么什么？以目前的泌尿科诊疗指引的建议来说，如果是益生菌的产品，你用塞的，或者是用凝胶类的，或者是用口服类的益生菌产品，是会有帮助减少泌尿道感染的。但是如果是灌洗、冲洗这一类型的制剂的话，可能就比较不建议。了解，所以呢，这个还是要这个谢谢院长帮我们解释的很清楚哦，哈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，膀胱炎、尿道炎只会得一次，不会复发。你感冒好了之后，会不会再次感冒？会耶。对啊，泌尿道感染也是一样，它一样都是细菌、病毒造成的一些局部的发炎感染的反应。所以这一次痊愈了之后，你还是会再碰到，不会有那种人一生只有一次泌尿道感染的这件事情。我想这个迷思可能是没有碰过的人才会有这样的迷思，因为碰到的人其实很容易就会再复发，在第二次、第三次碰到。对，我朋友就是这样，他真的得过一次以后，就经常只要免疫系统下降，或是稍微水喝少一点，稍微憋尿，就真的会重复反复感染。而且我朋友曾经痛到晚上真的上厕所上不出来，上厕所的时候就像针在刺一样，最后只能去挂急诊。是真的很可怕，切身之痛，所以真的要好好做好保养。下一个。膀胱炎或尿道炎只是由细菌引起的吗？膀胱炎跟尿道炎主要是细菌在造成问题，没有错。对，但是你说，膀胱炎跟尿道炎，特别是在男性，当然还会有细菌以外的病原，特别是性传染相关的疾病，它也不一定是只有细菌会造成，那不是只有单一细菌这种可能性啦。所以不是只有细菌哦。是。哦，好，那下一个。尿变黄变臭，就代表一定有问题吗？尿变黄、颜色变深，或者是有异味，其实这时候它当然是一个感染的表现，但不是只有感染会造成这件事情啊。其实有时候你饮食上的问题，你水喝得不够，那尿液比较浓，可能就会有颜色比较深，或者是有味道的情况。那举一个很常见的例子啊，你吃芦笋好了，这芦笋一吃，马上去尿尿就会有味道。那不代表你有感染啊。还有火龙果是火龙果吃了没错，也会会看到红色，对，尿尿也会红。我真的有一次就觉得天啊，我是不是血尿，吓死我了。结果后来想想，真的我只是吃火龙果。是，所以不是颜色改变或者是有味道就一定有感染，还是要注意有没有相对应的症状，频尿啦、急尿啦、排尿疼痛啦，这些情况，来判断说现在是不是有正在泌尿道感染的情形。那院长，你是不是会建议我们，不论是男生女生，当你上完厕所的时候，是不是要回头看一下我们的产品是不是有一些异状，然后来做一些自我提醒呢？真的有碰到有问题的时候，其实你可能大概不会只看颜色这件事情啦，你可能自己就知道，最近尿尿很频繁啊，很频尿啊。尿的时候真的有疼痛感啊，灼热感啊。我怎么都知道我朋友告诉我的。是，好，那所以这些相对应的症状，其实就是一个我们讲暗示，你自己就知道身体可能有一点状况。这个时候，有些人会注意到尿比较脏、比较浊、颜色比较深这些。不会只有单一一个表现啦，疾病通常比较少单一一个表现。如果泡泡很多呢？泡泡很多，一般来说是人家讲蛋白尿的表现。不过蛋白尿的那种泡泡它比较特别啦，它会看起来比较油油亮亮的，然后泡泡持续的时间比较久，可能半个小时之后你去看它还长一模一样。那种蛋白尿其实不是这么容易在一般人自己来判断。所以偶一其实还好，如果长期都这样，可能就要去小心。了解。好，最后一个迷思。
膀胱炎、尿道炎只会影响泌尿系统，不会对其他健康造成威胁，是吗？膀胱炎跟尿道炎都是属于泌尿道感染的一环，但是泌尿道感染不是只有膀胱炎跟尿道炎，泌尿道从最上端的肾脏、输尿管，这个叫上泌尿道，到我们的膀胱、尿道，这个叫做下泌尿道啊。在男性可能会有射护腺，可能会有两边的睾丸，它们是有一些相通的。当你的膀胱炎、尿道炎这些下泌尿道的感染，如果不把它赶快控制好，它是有可能跑到旁边的泌尿生殖器，男性的睾丸炎，女性的再往上跑去输尿管、肾脏，变成上尿路的感染。通常到这个阶段，我们的疾病的严重程度就会来得更高一些，甚至有细菌跑到全身血液循环，变成所谓败血症的一个情况。那个真的是那个疾病的严重程度就会高了，人会开始发烧，持续的腰痛，那很虚弱。我现在感觉有点痛。到那种程度，有的时候就要住院了啦，不会像你这么轻松啦。真的非常感谢我们曾院长呢，又来为我们解答这些网络网友们提出的一个迷思啊。所以呢，你有更多难言之隐吗？好，有问题有难言之隐，记得在我们的这个影片下方留言，而且要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也谢谢谢谢曾院长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，谢谢。